蛋总，每次看你在直播的时候笑起来的样子都很治愈，谢谢您一直治愈我们。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希望大家不要喷我。我和他都是北方人，他比我大15岁，认识13年了，在一起也8年了。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有家庭和小孩，他们常年异地，大的节假日会回去看孩子，平时我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一直同居。我们走遍全国，远离他家庭所在城市生活工作，工作的城市租房子总是租2套，一套给他做打视频电话的场景，一套我们真正居住。哇，太下本了，这是何必？我的妈呀，这人生过得跟这个拍上剧了。我们出差旅行住酒店都是同时登记2间房啊，是一套你俩住，一套打视频电话，是吧？我和他兴趣相投，奋斗目标一致。他说他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婚前婚后都是异地，孩子出生后就是无性婚姻，只是责任和义务。而我自己经济独立，经济上也不依附于他，事业上我们是合作伙伴。我经常会内耗、迷茫、拧巴，也想彻底的离开。但这么多年的感情、生活、事业好像无法彻底割舍。但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你要骂我就骂吧。祝小卖部生意兴隆。我骂你干啥呀？我是你，我会怎么做？挺好的，在一起8年，行啊，差不多了，是吧？好吧，赶紧反正房子里都租好2套吧，就让他回那个场景里住去吧。我是你，我会怎么做？好好工作，我会。震惊！这大哥就是不能把那个婚给他离了吗？都名存实亡，这离了不就完事了吗？不离是吧？肯定是说有各种原因不离，什么为了孩子。哎呦，我们都已经认识多久？认识13年了，在一起都8年了，不离，头晕晕的。好好工作吧。你在这个男的的心里也就那么回事儿，姐们儿。你在他心里就那么回事儿，算了吧，姐们儿。那个男的就是对你心里是吧？你在他心里就一般差不多得了这个婚都不离，你说这不明白。蛋总有点粉丝，有点小火的男生怎么追？工作关系认识，男生在职业领域有些粉丝，我会觉得在簇拥之下或许不缺爱了。这个男生目前吸引我的点是性格跟外表有不同的反差萌，业务能力特别好，很细心，会有那种让人有保护欲的感觉，也说不清为啥，反正就是有种想把这种破碎感拼起来的想法。又破碎了，破碎感帅哥又让你给遇上了。共同的朋友也说这个男生是那种低谷时期会主动拉别人一把的仗义朋友。目前进度是，已知男生呢确实也单身，前女友呢2、3年前劈腿了，他好像也是从比较严重的抑郁状态里逐渐好转。目前展开了一点点非工作的聊天，关于他养的小猫，聊得还算愉快。我作为一个恋爱这一块横冲直撞的莽夫，以前都是走一个管他长不长久什么后果，你是不是想跟我谈恋爱吧？不谈我可走啊！然后基本我就会能开启一波恋爱。但是这一把，我想慢一点，但是又对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期待值这事儿没啥信心。想问蛋总对这个小火慢炖的追有没有啥能支的招？祝蛋总生意兴隆。这要求越来越奇怪，越来越细致啊！这光追吧还不行，还要小火慢炖。这大火快炒意思你会是吧？我必须教你这个小火慢炖。我这越刁钻了。哇，还有后续。目前最大的进度是有一天他没吃晚饭，我很突然的冲去给他送个酸奶。我其实只知道他家大概的路口，反正最后联系上了，酸奶还是送上了。小哥还挺大方的，问我要不要上去玩会儿猫。但是第2天一早有工作，陪不了太久。我其实觉得已经挺冒昧了，我没想上门。但是那天正好他穿了个短袖短裤下来的，他说我陪你等会儿车。我一看这温度，我就说那还是上去撸会儿猫吧。真没想上去吗？然而我确实没带着啥要下一步的想法。于是我上去不长的时间，我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撸猫，他在认真的喝酸奶。走的时候他还说之后空了再约。但后面就是有一天我问他在干嘛，这真是我们小卖部出来的问他在干嘛，他第2天早上回我说我刚醒，然后我语气很快乐的语音说什么祝他度过快乐的一天呀，结果他没回，连敷衍的表情都没回。我就因为这个不爽，我静置了10天吧。等到因为工作再见面的时候，我当面送了给小猫的玩具，还有给他买的曲奇。我后面提醒他，有一天又给他发微信提醒他说那个曲奇保质期短，结果他说他最近在严格的减肥，拍给营养师了，说不能吃。但是明天来客人，拿来招待客人，共有验证了，他确实是那几天吃什么都要给营养师拍。我那会儿都以为他这是什么新式的拒绝呢。再往后就是我11月中旬试图约他看电影，刚开始他说前面都被排了工作，12月2号可能休息，说看那天的情况吧。等月底我就问他，我说好东西看不看？
够不够？够不够？他说他2号排满了。反正眼下呀，就处于发信息聊天还行，但他从来不主动。然后他忙嘛，也挺忙，就属于我也没个道，我也没插道空约他，除非是天降紫微星吧，也没别的姑娘能约上。然后我们这个共友挨的不行，牵线搭桥也没戏。我现在的疑问是我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表现没有表现出追人的诚意呢，还是我已经被拒绝了，我脑子不愿承认呢？是之前的抑郁症和感情上的倍率让他防备加倍呢，还是我还可以再冲一冲试一试啊？是不是想出来他早就出来？这堆其实都是拒绝啊，还是我没有读懂啊？感谢你听我唠叨呀，朱蛋总生意兴。你不是会大火快炒吗？炒呀！你还搁那慢炖呢？你别搁那慢炖了啊！炒吧，猛火啊，好不好？像炒猪肝一样的炒它，好不好？行不行？就猛猛的那种，看着都害怕那种火，你炒一下试试。你就直接说，最近怎么不邀请我去你家玩猫啊？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说，其实你也知道，我想啊，也不是猫，对不对？看他知不知道啊？瞎支招，哎。那咋办呢？就只能是大火快炒了啊，是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感觉现在这么下去是没啥戏了，没什么可能性了。临门一脚，就是再试一次吧，根本没戏，再试一下呗。我也不是为了让他能追上，我这主要是为了让他能死心。你好，但我是个90后已婚中年少女，我和我老公感情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我见了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我学生时代暗恋的人，然后我失眠了。我五味杂陈，因为我感觉到我其实还是很喜欢他，他是我学生时代的算是男闺蜜或者好哥们吧，我俩老在一块儿，但是他可能一直也不知道我默默的喜欢着他。我自认为算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唯独对于他我又不敢表现我的喜欢，可能他对我来说太重要，我害怕毁了这段友谊。毕业之后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慢慢也就放下了。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哎，一切都很好。老公呢也知道我有这个非常好的朋友，今天来到他的城市出差，我们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已经4、5年没见了。他来机场接我，他叫出我名字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冲过去对着他傻笑。那一刻，我很想紧紧的抱住他，但是我没有。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心动是不对的，但是又很真实的发生着。我们去吃饭聊天，一切都是老样子，他一点也没变，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晚饭后他送我回去的路上，我心情很复杂，一边觉得和他一起街头散步好甜蜜，一边又被道德谴责的体无完肤。然后我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声，今天见到老朋友真好，下次再见啦。回去之后我失眠了，知道这可能是来自于多年不见老友重逢的喜悦，可能是带入了我回忆里的某些未完成的执念。我也知道我作为一个有老公的人，我不应该胡思乱想，但同时那种心跳加速掺杂着喜悦和幸福的感觉是真真切切的。我会反复的想起他的脸，他的样子，一想起他我真的很想抱住他，但是我没有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知道生活依然会一切如常，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曾经喜欢过他，但现在你知道了，我们各自的世界不会有任何痕迹，但我觉得难受，有种对于老公道德责任的愧疚，好像也有点对于自己青春的遗憾，但可以用你智慧的语言给我一点点心理上的排解吗？我想我应该只是需要排解一下情绪，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对，你做挺好的呀，这不没啥吗？这不就失了个眠吗？也没去找他，对不对？这不控制住了吗？挺好的嘛，你就是排解一下情绪，排解呗。以后再想了，还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挺好的。连抱都没抱，是吧？其实多年朋友重新这个拥抱一下，还是很无所谓的嘛。你看你连抱都没抱，说明心虚，确实是心虚，这不控制住了。青春遗憾就遗憾吧，青春的遗憾可千万别中年弥补啊！中年弥补青春的遗憾，容易给中年都干遗憾了。遗憾就有点遗憾挺好。你的头为什么是尖的？因为我是尖头man。我找私家侦探跟踪老公出轨，侦探最后劝我不要放弃他。我是一个35岁半职家庭妇女，我有一份特别清闲的工作，主要时间都放在孩子和老公身上。我跟我老公在一起13年了，结婚10年了，我们有一个6岁的孩子，现在2胎也9个月了，马上要生了。结果我发现我老公在外面有情况，他带着那个女的出国出差，给他买包住豪华酒店，吃高级餐厅。我当时发现就想，我必须抓到证据，我才能顺利离婚。然后我就找了私家侦探跟踪他，跟踪了好几天，果然拍到了实锤。但是最后一天，私家侦探特地打电话跟我说，根据他们30年的经验，我老公找的只是这个伴游女郎，陪伴旅游伴游女郎，劝我不要放弃他。私家侦探跟我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这个女的只是为了钱。
如果我对离婚犹豫，建议我不要冲动，也不要把这些相片公开。说实话，我真的也犹豫了，因为我老公除了这件事，几乎是个没有缺点的人。我们10几年了，感情特别好，无话不说。他对孩子教育陪伴比我还多，对家人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在外人看来，我真的是特别幸福。老公赚钱顾家，我工作轻松，住大房子，不愁吃喝。我原本是个很独立的人，高中、大学出国读书都是自己。但是我认识我老公之后，我被他宠上了天，他包办了我所有的事情。有事给他打电话，他永远帮我搞定。他对我没有要求，我只要开心快乐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临盆前，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整夜失眠，以泪洗面，纠结了很久。我最终决定原谅他这一次。所以我只是在他回家那天，我把我发现的蛛丝马迹告诉他，想提醒他，没有摊牌。他当然是极力否认了，大肆诉说自己对于家庭的爱，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说自己不会做对不起家庭的事情。但我相信他。我看他在我面前撒谎，不明就里的。家人和朋友也因为他的真诚被他说服，我觉得他和这个世界都好陌生了。在他的嘴里，我变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和怀疑的女人。他甚至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真狠！这大哥真行，怎么这么有底气呢？还劝人家看心理医生。在之后的沟通中，他又向我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觉得我们已经不是20岁了，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进步。而我也应该跟上他的脚步，不要去怀疑和猜忌他，给他空间和自由，让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他觉得我神神叨叨怀疑他，是因为我在家里待得太闲了。我承认我确实有点闲，孕期过得太自在。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太懒了，所以一直在舒适区不愿意出来。可是当我回想这么多年，我觉得是他把我养成这样的，我习惯了一切依赖他，我犹如被温水煮过的青蛙。现在他突然说希望我独立，希望我给他空间，希望我不要沉浸在20岁的感情里。没了，姐们儿也挺伤心的。这个话呢，他说是不对的啊。我现在跟你说啊，姐们儿，你确实要独立一点啊。话他不能说，我可以说，独立一点，找事儿干，好吧？然后你在家呢，听有一首歌叫《囚鸟》，你听一下。这个囚鸟你一听就想哇哇大哭，就觉得唱到你心里去，感觉这个婚呀，你可能还是得离啊，好不好？那你这个故事吧，有一些疑点啊，就是找到了私家侦探。还拍到了证据，稍微有点疑点，不是，我是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容易操作，这不像电影，你感觉好像找个私家侦探，然后跟私家侦探沟通什么玩意儿，这个现实生活中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操作的。这姐妹儿，如果这是真实情况的话，那感觉这个姐妹儿，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而且你给私家侦探结账，就是应该不便宜嘛，对吧？肯定也是都拍了很多了，就是又跑到国外去拍。就是这个就是只是一笔不小的钱给这个私家侦探结账，老公不知道，我感觉有点疑惑，有点疑点，有些疑点。但我自己整理思路都想笑，我自我评价是又清醒又狠心又现实的女人。我从小嘛留守儿童，所以可能有一点点缺爱。在后面和每位男朋友和亲过嘴的男性好朋友相处中，我验证了。我从开始工作就明确知道一定要靠自己得到想要的生活。我刚工作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长得丑，对我百依百顺，谈了2年后订婚，然后因为他上进心跟不上，我就跟他分手了。我也是渣女，我喜新厌旧。分手后，我的顶头上司勾引了我，我因为工作上的滤镜和他在一起了，到现在已经4年了。这之间我们互不打扰私人生活，他对我工作呢能有提升，跟着他学习，加上我自己努力，我从月薪4000干到了10万。这期间我跟他保持关系的同时还谈过3个男朋友，各种类型的都有，不是同时谈的，我还没有那么厉害，都是分完了再谈的。每当没有新鲜感以后就分手，这种拿捏男朋友的感觉让我很受用，我觉得自己是渣女。谈的3任男朋友都怀疑过我和我领导的关系，但是我都否认了。最近因为工作问题，我觉得我不能再跟领导有这层关系了，我和他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我跟他提出了分手，他非常激动，他不同意分手。其实我也知道我跟他分手，他怕我影响公司业绩。我是公司销冠啊，销售总监加销冠，再加上我年轻漂亮，他在哪里去找我这样的呢？哦，我忘记讲了，领导有老婆有孩子，我现在是自我安慰开导自己，看淡这段感情，自我劝我不在乎，无所谓，没有未来，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身上。矛盾体都没有我那么矛盾，有些时候我都感觉要去医院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点小毛病。但是看个小卖部的故事吧，我觉得我还算正常。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和我一样缺爱又上进的女孩子，千万不要因为慕强而违背道德底线，以后的日子会过得非常痛苦。痛苦吗？没感觉到，感觉这个不太好，可能读了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个跟你期望相反的事情，没感觉到你痛苦啊，关键是你这啥没耽误呀，我感觉会完全发生那个反效果。你是当这个反面例子来讲的，
这有的人可能就当正面例子学习了，突然小本掏出来就开始记了，说还有1分钟饭，真离谱，真离谱，是真离谱，挺好的嘛，你这么厉害，咱作为一个对吧销冠，咱就完事儿了，没必要。但是我还投稿一件事情，我身边有几个哥们儿接连遭遇了桃色、敲诈、勒索事件，并且这事儿都居然是在这1、2年集中发生的，密度之高让我深感这件事需要引起更多人的警觉，而且套路都很类似，特别是提醒现在的年轻男生切勿沉迷于游戏人间，避免成为渣男，做一个懂得真正的爱自己，以免走上让人血泪淋漓的不归路。以下是2个真实的案例，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事件1是一个一起吃牛脆脆的朋友持续性的敲诈勒索。我这个哥们儿 A 和一个他这个经常一起吃牛脆脆的朋友是吧，偶尔见过2次面，那不是什么意思啊？哎，算了。后来就遭遇了对方的敲诈，对方宣称有他的孩子，因此在给了一笔钱之后，对方说就是流产，但是对方开始以此威胁 A， 扬言要把事情闹到 A 的公司，造成他名誉毁灭。女方在半年内多次向 A 索要了几十万吧，每次给了钱暂时消停几天，过几天又以受害者身份联系他的朋友、同事、家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和骚扰。由于这些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 A 的同事、领导、家人、朋友，涉及到大多数人都面临压力，甚至不得不与敲诈者沟通，向其妥协，继续给钱。最后 A 连工作都辞了。要说啥呢？这个朋友说希望蛋总在此给男士们敲响警钟。好吧，感谢大家支持。我一直是不是也不是这，我一直在我们小卖部推荐大家没事看看《法制进行时》啥的，是吧？都注意安全了，男的女的吧，都得注意安全。但是你这个例子还是念点别的吧。蛋总你好，你每条切片我都看了，我终于逮住你了。我跟我老公今年6月领证，3年前我们是第一次恋爱，谈了半年，因为性格不合分手。去年偶然复合了，决定结婚。复合后他一直说他这期间根本就没谈过恋爱，包括他身边的朋友都说他跟我分开没谈过。我一直相信他，其实他谈没谈过呢也不重要，我觉得得说实话吧。但是领证后我陆续发现了他很炸裂的几件事情。2年前他跟他朋友的老婆的闺蜜吃了牛脆脆，闺蜜当时也已婚有娃。2，他在公司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一起吃牛脆脆的朋友，1年前那个女生怀孕了，小孩处理掉。不会吧，不会吧，并且领证后1个月，在某天我出差凌晨1点多，他还跟他有通话记录，目前他们还在一起上班。3，分手这3年期间还有一些暧昧对象和对象若干，这我都不说了，虽然他跟这些人的聊天记录都删干净了，但是呢还是有漏洞，所以我发现了，跟他们的微信和联系方式都还在，让我烦心的就是这些都是隐患呐！啊，这不都是隐患吗？我趁着他有天喝多了，我就有意提醒他，让他有一些关系要当断则断。他当时应该是有点明白我可能知道了什么，但是他就是死不承认，而且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在继续跟那个他朋友的老婆的闺蜜互相分享视频，我该怎么办？我需要点的更加明显一点吗？丹总啊？那不然呢？你给他把刚那个讲讲，你说这出事了，你看那都出多大事，多吓人呢！我就什么工作什么都丢了，天，这都头晕了。我现在远离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别的，我先去别的领域，咱们读一会儿，都缓缓，咱们也都缓缓。2014年我高考前的最后1个学期，我爸跟我说不让我上大学。我之前从来没觉得我会不能上大学，我一直觉得我会和其他同学一样。正常高中毕业，高考上大学，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就说不要上大学，因为他觉得你也考不上清华，也考不上北大或者别的好学校吧，在他的思想里，3、4本100分上一个2本之类的没啥意义，下来和没上大学都一样，找班上班找工作，1个月工资没啥区别，上学4年还得花10来万，早点出来打拼更好。我爸有这个想法有2个主要的大原因，一是因为我爸的姐姐，也就是我姑姑。他们家那个哥哥呢，他就是初中没毕业就打工了，现在在市里买个房子成了家，过挺好。我大爷家的哥呢，师范学校毕业，最后也没做成老师，在他眼里就没有哥哥家那个姑姑家那个哥那么早出来打工赚钱混得好。第2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花钱，10来万省下来没必要上这个学，这个事情我那段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我还记得高考前1个来月会有模拟考，那阵子我4颗智齿一起长，疼了1周，记忆犹新。我是很想上大学的，咱就是说初中高中这么艰难都熬出来了，谁会不想上大学呢？我那时候也总哭很难受，但是最后也没办法，高考完我记得我考了400来分吧，那时候我志愿都是乱写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也不会上，走的过场，
现在我都不记得是哪所学校了。去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班主任和教导处主任在办公室还问我说：“你真不去上吗？挺可惜的。”我也没说什么。我那个时候班里同学们都挺诧异的，没想到这个时代还会有考上大学家里不让读的，因为大多都是受不了初中高中苦，孩子自己不读，家里逼着不读。我这个确实挺奇葩。后面我就去打工了，前5年左右我都是做服务员。我这女生那会儿年纪小，啥也不会，刚成年，没啥能做的，就业面特别有限。最好笑的是我工作的那个包间，有一天晚上我们高中教导主任就在那个房间吃饭，我上菜的时候他认出了我，尴尬的我脚趾头在抠地。哎，说个啥我也忘了。最近5年我做了很多行业，现在这个行业里算是有些经验了。想换公司的时候看到一项职务条件我都符合，什么都符合，就是偶尔有一些要求学历的，我就觉得挺逗。哎，所以说普通大学怎么就没有意义呢？这不就是意义吗？不过也没关系，现在我还能凭经验和能力得到一些工作机会，也没有特别在意。我今天晚上为什么突然给你写信呢？就是因为我爸他每天在家庭群里发一些所谓专家什么什么经验20年，教你教育是一门生意的视频号。我也不知道这是给我看还是啥意思，全都是关于这种没考上985、211，所有的学校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这种视频，我真是越看越少。我刚才又看见他昨天他在家的大群里发，他还给我单独发，说中国这些名人他们的学历都很低。我真的很无语，我懒得跟他说，都10年了，怎么还要 PUA 我？太厉害了！我同学都在大学里享受青春、享受知识，我在早上9点上班上到后半夜2点，然后第二天还要爬起来继续上班，每天端盘子收拾桌子，累得我要死。我还要感谢他吗？我太感恩了，让我比同龄人更早接触社会，更早生活，我好开心啊！一边让我感谢他没有去上废物大学浪费时间，一边还想让我成龙成凤有出息，成为什么学历很低但是很厉害的那种人。其实要不是他现在总发这些东西，我都想忘了。那时候18、9岁，20出头，那苦已经过去了，何必呢？他还总是发这些视频让我难受，他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有时候非常困惑。你能不能帮我客观的分析分析？是我太矫情不？希望能被读到，非常非常难过。给他拉黑吧，你群一退，给他人一拉黑完事儿了，姐们儿，咱现在不是已经靠自己能生活了吗？让他从你的生命中消失怎么样？这个小建议，你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呢？咱能不能执行一下啊？这个爹会当不了就别当了，给他拉黑吧，什么玩意儿？然后姐们儿，你啊非常了不起啊，现在呢已经靠着自己能那个是吧赚钱养活自己，然后如果时间充裕多一点的话，想学习还是有机会的。就是你年纪大了，还是可以重新教育自己，重新接受教育啊，是吧？成人大学什么的，找一找你喜欢的、感兴趣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啊。这拉黑，好吧？都还是来得及的，学习还来得及。你现在岁数不算大吧，对不对？这个爹，他是啥？他就心里有点愧疚感呗，多多少少，但是有一点也不多吧。他就想让你，就是说他是对的，就是想让你觉得还是他厉害，想证明他了不得，证明不了啊，给他黑看不了。他再给你发，你说我没上过大学，我不认字儿，你找找那种视频啊，我给你找点，你找点那种视频，摊上一个不靠谱的爹，人生能有多悲惨？我给你找找，我现在就搜一搜，感觉能搜出来。肯定能找着啊！我正在搜，别着急啊。这视频号你就回去搜去吧啊！一个不靠谱的爸爸对孩子伤害有多大？有个空心爸爸对这个家庭形成多大的灾难性的打击？你就把这发给他，就这个发给他啊！这玩意儿就发给他，天天给他发，真服。如果一个家庭都是妈妈在带，或者有的家庭都是爸爸在带，孩子肯定有缺失。哎，就这发给他，真服了！他还玩上视频号了，你不会玩是咋的？他把他厉害了，他是转上视频号。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孩子，就是他出生在一个完全没有家底的家庭，这个家庭很穷，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这些东西。不是，你再问问他，你说你当年我不上大学能省下10几万，你这10几万打算什么时候转给我呀，亲爱的父亲？咱就是说这10几万你是给我省的，还是你给你自己省的？你啥时候转给我呀？问问他，每天问问，你说我那个10几万还好吗？在你那过得还好吗？那10几万我的大学的学费。他们快乐吗？他们有没有想来找我呀？问问他。哎呦，这还惯着他，无语，蛋总。
我感觉我好像弄丢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我怎么办？我跟我朋友认识10几年了，关系真特别好，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玩。前2天我们约了一起春节出国玩，因为要自驾，所以我跟我朋友建议最好能4个人一起，这样租车省钱，换个人开车还不累。我也问了我朋友介不介意多约几个人一起，他也认可了，也跟他确认了，如果是男生可以吗？他也觉得行。正巧这个时候我男朋友知道了我要准备去旅游，于是提出想一起去。我们刚刚在一起，我也觉得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我有对象。哎，我觉得行吧，那就跟他一起。于是我跟朋友咨询完，拉到人了，可不可以建个群？然后建个群，变故就发生了。建完群，我马上跟我朋友解释了我跟另外这2个人的关系。我朋友立马态度表现很不开心。我察觉到以后，问他是不是介意我和我男朋友的关系。他沉默了很久，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觉得你对象比我重要，为什么还要拉我一起玩？我立马慌了，开始一直跟他解释我并没有这种想法，并且表示如果他介意，我完全可以把我男朋友拒绝掉啊。他一晚上没有回我消息，早上直接跟我说让我不要给他扣帽子，不让另外2个人一起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感觉我拼命想解释，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意思，可是他已经完全不想跟我沟通了，冷战，好难受啊。可是我感觉我所有努力的解释，在他的不回复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我觉得只要他愿意跟我讲他的想法，我都可以跟他解释。可是当我提出什么，他都是不回复，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关系一直很好，每年都一起出去玩，就因为这么个事儿，直接上强度上这么大，说如果你觉得你对象比我重要，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玩？不对吧？又要问出我们小卖部那个经典问题了。他不会是强度上的有点太大了吧？必要呀！不是能有点生气，咱也能理解，是吧？本来是好朋友玩，你说你谈恋爱不告诉我就算了，你看，你给我整这个死出，我能理解，有点情绪，但是也不用这么大情绪吧？就是这太大了，这情绪，尤其是10几年的好朋友，啥不能聊啊？就骂顿脏话都行啊！说你就说一顿骂，这才是好朋友嘛？就这事就过去了，这么大的情绪就有点难以理解。不是不该带男朋友，这个呢，你要问我啊，我也特别能理解，我觉得也是其实。但是他这个强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强度是不是太大了？强度太大了，能理解，确实有点那个膈应啊。本来的朋友出去玩，你还不跟我说就算了，你还，哎呀，会有点这种，这么伤心吧？都冷战了，不理了都。我估计也是可能有别的事儿，忍太久了，也拒绝沟通。行了，这也不影响最后的结局。最后什么结局？这位朋友，你们俩最后是什么结局？朋友，我懂你呀，朋友。朋友，我懂你呀，是朋友，就是怀念曾经有过最佳损友吧，好吧，就是曾经有过。你这回可以听这首歌，也是一个好事儿，姐妹儿。你一直这朋友不散呢，你听不懂这首歌，你这朋友一散，你这歌你听多少听？一下就听进去了啊！损失一个10几年的朋友算什么？你能听懂这首歌啊，多好听啊，对不对？无法。在与你交心联手，畢竟難得有個最佳損友。從前共你錯七八週，看通宵都不夠，對不對？聽吧，太好聽，對不對？問我有沒有，確實也沒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麼大仇，太好聽了。為何救自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變不到就變不成，算了。但该怎么形容我现在的状态和幸福呢？太好了，是幸福就好。我先介绍一下自己，94年5岁孩子的妈妈，一边拿着3、4块钱的工作，一边自己带娃。30岁之前，我好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30岁以后，我像开个光，突然悟到了很多东西，我了解了自己。现在的我虽然我赚钱不多吧，但是我很开心，我可以工作的同时又照顾好家庭和孩子。2，我时常感恩这个世界，也感恩遇到身边的人，每当自己遇到困难，都会有天使的出现。3，我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比如出门看到云和晚霞，别人的一句夸赞，吃到好吃的食物，骑车或者写毛笔字，都让我感到开心和幸福。4，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把我自己养育了一遍，因为有了孩子，了解到了新的教育理念，并且成为了一个老师。5，很容易知足，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虽然房子是租的，但是被我改造和打理的非常的温馨。6，不羡慕别人，也不羡慕别人家孩子，就觉得我的孩子和我特别好，太好了。7，我会学习让自己成长，去计划未来的生活，把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清晰，很会照顾自己。9，非常浪漫，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设计仪式感，比如自己给自己设计个30岁的生日，每年我给老公也会有不同的生日惊喜。
10，我对别人的情绪也有非常细腻和敏感的觉察能力，这可能跟我不太幸福的原生家庭有关，但是我也感谢我的父母，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让我拥有了很多人没有的能力。以前的我家里因为重男轻女，小时候天天躲在被窝哭，身边人总说我是捡来的，所以从小害怕被抛弃，一直自卑、被打击、敏感、恋爱脑、讨好型人格。以前只会照顾别人，忽略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婆媳关系，也经常被老公 PUA。但现在的我越来越自信和有力量，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会虚心的学习请教，开始向内求而不是向外要。我觉得我现在真好，是很好啊，所以想让你夸夸我，夸夸太好了，读着都高兴了。我就觉得我和我的孩子最好，就像小时候的自己想要一个糖果，想让我想让他跟我说，现在好想让你夸夸我，就像小时候的自己想要一个糖果一样，想让你为我开心啊，为你开心。这糖果也不用想要啊，那个给他送一罐，这罐糖果怎么样？那个同事啊，安排一下，给这姐们送一罐糖果。这有什么？可以夸你啊，给你一罐真的糖果。最后想说的是，我有这样的改变是有一个契机，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和一群朋友们，我们是通过养育孩子而走向了新式教育这条路啊，会互相治愈，一起学习，他们也慢慢的疗愈了我内心的小孩，感谢他们。最后感谢我自己，非常好，恭喜啊，恭喜！再给你们听一遍我今天重金购买的牛脆脆广告语，真的是重金购买。世界上顶级葱干牛脆片，一听细节就特别好。我打算用你这个广告语。我收费300块钱起。好的，成交。起步而已，加上我的智商加100，然后加上我自己说的，所以总共是500块钱，赶紧支付吧，微信还支付宝。我朋友的小孩，小孩没事就来找我，特别可爱。我们过几天就要去上海了，我们出来一起吃饭哟。那你哪天有空哪天我跟你一起吃饭呢？特别好玩。好朋友孩子，小孩特别好收买，没事给他整点牛脆脆，可喜欢我。这一篇是一个骂街的投稿。我上一次投稿，我说我想在国外申请一个工作机会待1-2年，我爸妈觉得影响我成家，不赞成，而我则是担心他们的身体，有犹豫。新进展来了。昨天跟我妈促视频长谈，我妈觉得她和我爹身体都没啥事儿，但是她觉得我过了30岁不结婚就没办法结婚了，所以她不赞成我出国。她说最近几年很多亲戚见到她的时候都在问我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让我妈劝我恋爱结婚，言下之意仿佛在说我有什么毛病似的。我就想说，我亲爱的亲戚们，你们以后催婚其实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的，我免费提供情绪价值，并且还会对你们的婚姻观拍手叫好，甚至我还会拜托你们多给我介绍男生，我甚至可以为了各位尝试去做女海王。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是不知道你们关心会给别人添堵吗？这么喜欢关心婚恋状态，建议出门找个垃圾桶问一下，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什么时候结婚？你们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还想问你们什么时候为社会做贡献呢？啊！你们什么时候让世界能记住你们的名字？还有，我真的十分讨厌婚恋市场这个说法，感觉我在这个所谓市场里面就是一块待价而沽的猪肉。而且最好笑的是，如果我们都赞同这个概念的话，那么恋爱和婚姻关系其实就是2块猪肉的双向选择。那我只能说不能哄抬猪价呀。好了，我骂完了，谢谢蛋总。其实我也不是很生气，甚至和我妈聊完之后，我还如释重负，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身体。现在我不担心，我只是一觉醒来，在繁忙的工作间隙，脑海里总是闪过我妈聊天的表情，因为我总感觉需要发泄，但是找谁发泄感觉都不合适，只能来找你了。感觉朱小麦不是生一 PS， 但你有枕头推荐吗？我妈睡眠不好，感觉可以试一试换个枕头。蛋总你好，我28岁，目前跟父母住。朝8晚4，不加班，薪资可以维持生活，明明可以过上很幸福简单的生活，但是我有一个人机家庭，每天都是固定模式，日复一日，日常也没有过多交流，比如到点就得在15分钟内吃完晚饭，且每天都得吃米饭。可是我也想吃一吃螺蛳粉、炸酱面、麻辣烫啊！中国有这么多美食，我家开发个就都1/1000吧。所以我很想出去独居，但是家族里也没有这种先驱，搞不好会成为家族里唯一的不孝子孙。他们反对的理由我能想到，无非就是必须结了婚才能搬出去，赚了那么点工资，出去租房怎么能攒得下钱？甚至还可能会扯到催婚催育。年纪不小了，结婚才是正经事。我不想去外面工作，我觉得目前工作也真挺好，也怕自己能力不行，找不到更合适。现在我就是焦虑，想着要不直接表达自己想法就搬出去，后续的问题再考虑。但是又想找个温和的方式去做这个事儿。不然搬出去也是一系列矛盾，影响情绪。28岁啊，就决绝一点就行了，坚定一点。
你可以这样啊，我给你出点馊主意啊，这可能没啥用，但你听听理解个思路就行。你就开始突然在家里非常大声的听歌，你就是非常大声，一定是12点以后。像你家这种就是肯定是要特别休息，什么点都卡死的，你就是趁他们睡着就大声的听，特别大声，然后你就跟他们说这没办法，说我现在工作要求。你也可以听一些什么会议材料，反正就特别大声就听，说这个是我们那个工作要求，就这个思路吧。你就想一些类似跟你工作有关系的，就是要求你要独立独居，在独居环境中做种种事情的，商量商量，赶紧搬吧。但是我觉得你态度其实反而应该强硬一点，没关系。你说是一系列矛盾的开始吧，但是也是自由的开始，要争取，勇敢一点，冲吧！欢迎打卡，欢迎打卡。但我爸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多开了一个灯都要被他说。吃东西永远吃最便宜的，快过期了，最后把最贵最新鲜的东西放坏掉，经典。而我妈因为很烦她的节俭，逐渐变成了一个以消费为兴趣的，有用没用的东西看到就买，买回来就不用了，有的就放坏掉了。他俩吧也算是殊途同归了。每次我妈买了东西，只要被我爸知道，他就会开始说我妈被人家忽悠了，买的不好，家里不需要。我妈呢就会逐条反驳。他俩在几十年的婚姻里经常这样夹枪带棒的交流，我每次都觉得太压抑了。我投稿也不是想尝试改变他们，只是从他们的身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亲密关系里，如果对对方的一些行为或观念很不赞同，而且那些行为也影响自己的利益，又没有到实在忍不了了要分开的地步，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过成那样互相埋怨特别痛苦的样子吗？跟他原谅不就行了吗？你是问一个大而化之的问题是吗？哎，我还是那句话，不用太去想什么亲密关系，你先想你自己。你很显然，你爸就不是一个很成熟、就是很成年、很成熟、很那个逻辑很好的成年人。你妈呢，强点也有限吧，也是就是都不是很成年。这俩人都是就是吧，身体里的那个小朋友被亏待了，然后两个人都是莫名其妙。你问我什么亲密关系，我的建议就是你自己要变成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大人。慢慢的会好的。你看这俩人，这俩人像大人干的事儿吗？这俩人，这不俩小孩吗？就变成大人就好，是不是？我35岁了，婚龄14年，儿子7岁。我老公人格有问题，暴躁，他经常把人生不顺甩锅给我，连他高血压都怪我。他倒是也没打过我，但是孕期8个月的时候，在大马路上追着我骂，多次把我推倒在地，高速上拧我方向盘，这个有点恐怖了吧？高速上拧方向盘，在他的这种压力下，我断断续续抑郁了好多年，但也坚强的在没有老人的帮忙，我也上班的情况下把孩子带大带好了，没让孩子受我抑郁的影响。今年5一前后，我突然觉得我醒了，压抑了多年的被爱的需求一发不可收拾。这样没有爱的能力的男人，我不想再忍受下去，我要离婚，我要去父留子，我要找到人生的伴侣，我想拥有稳定富足的情感，然后继续发展我的事业。我思想斗争了半年，咨询了律师，提出了离婚，但他却说你不爱我没关系，我爱你就够了，不离婚才是对儿子最好的。你要还是想离婚，你就得净身出户，儿子归我，钱也归我。所以协议离婚是没戏了，但我很怕打官司，不仅是因为最少要就是很麻烦，而且我感觉会伤害到儿子。他会在我们晚上吵架的时候冲去儿子的房间打开灯，故意把儿子吵醒，也会在我躲进儿子房间的时候摔门。但我有3个问题：一，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坚持离婚？2，如果离婚成功，35岁离异带娃的我还执着于拥有人生伴侣，这现实吗？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你可以去追求。3，我觉得我的情感需要被满足，有个安全的基地，我才有动力去继续发展事业。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玩意儿呢，是吧？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就伸吧，找律师吧，没辙，打官司。过程中别太受情绪影响，你就当是忍着恶心干一件不得不干的事情，你就把它当活干，必须处理好，是吧？大家都就是这peace一下结束了。蛋哥你好，我是在小宇宙上听你播客成为你粉丝的，我通过你听你的内容很佩服很欣赏你的才华。我的情况是这样的：21年认识的那个人迅速的结婚，22年生娃，23年我带着娃在深圳工作，他在长沙开店，这个店呢我也投资了10多万嘛。24年我回到长沙，但他一直要我带着孩子住农村，不跟他在一块儿。我和他没有感情，期间他冷暴力我长达4、5个月，我现在很坚定要离开他，但是我想带着我的女儿。可是家人不太支持，因为我只是一个月薪5、6千的员工，我现在很纠结，我的内心很想带着女儿，但是又怕自己没有能力，没法给她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个纠结困扰我好久了，很想听听你的建议。不是你现在女儿物质条件好吗？她也有抚养的责任的呀。不是你现在好不好吗？有的时候可能现在就不好，对不对？你还担心未来？差不多溜了，这10万这店开了，钱赚回来了。